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你有听说过雷姆利亚大陆的传说吗？这是一个神秘古老的史前大陆，据说它出现在亚特兰蒂斯之前，那里曾经有过高度发达的文明最终却因为不知道出了什么原因沉入了海底。而就在朵洛丽丝的催眠之中他居然找到了一位前世来自于雷姆利亚大陆的居民，他以地球志愿者的身份投身到了那里，进行着秘密的任务。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雷姆利亚大陆的传说。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在研究外星文明和幽浮领域的前世比较出名的德罗丽丝挖掘出了一个叫做三波志愿者的一个概念。据说地球正在改变它的振动频率，准备要深入新的次元。而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来自于宇宙的志愿者们自愿来到地球，他们分成了3个批次进入地球，为地球提供帮助。有很多个案例都在证实这一点，并拼凑出了一个新地球的轮廓。在朵洛丽丝催眠的过程中总有出乎意料的一个发现。这次来访的被催眠者叫做玛丽安，是一位牧场的主人。他没有提到什么问题只是想知道自己的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案例来催眠的原因仅仅是出于好奇那么通常他们得到的咨询将远远超过他的期望。玛丽安是其中一个例子。当催眠开始的时候玛丽安并没有从上面下来，反而是跑到了遥远的外太空。他看到了星球是一个美丽的蓝绿色的球体，周围的环境围绕着许多的星星。他一边漂浮一边意识到附近有某种太空船停泊在那里。当这个朵洛丽丝就问他想去那里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他就说我想住在太空船上。他说我喜欢待在那种船舱里而不被束缚的地面上的那种想法。他说我喜欢飞行到不同的星系，造访不同的星球。对于他看到那艘太空船玛丽安想自己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了。他好像在上面住过，为了某种原因他也在地球上待过一阵子。可是现在他想回家，他认为那艘太空船会带他回家。于是他采用意念的方式将自己发射过去进入了全息影像。在那里玛丽安居然进入了一片红杉林，看到了美丽的树木和海上的夕阳。但其实这是在太空船的全息平台上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他在这里自己创造出来的。令人惊讶的是他说那些树木就是他的家人。难道玛丽安的前世居然是一棵树吗？玛丽安称自己曾经在其中的一棵树里住过，住了很久，从小树开始长大，而周遭的大树都是他的亲人。在那里他们是一家人。他从很小很小的这个果实开始长成树苗，然后不停地成长，并吸收壮丽的太阳能量，长出树叶。在活了上千年之后玛丽安离开了。其实作为一棵树它还能够活更长的时间。但是玛丽安离开的原因是有人告诉他说他已经无法从当树中学到更多的事情。但他不知道是谁说的，只知道有人要他回到太空船上，准备执行下一次任务。这看来是事情运作的一个方式。从一个体验中学到所有能学的事情，接着再进行下一个体验。玛丽安说自己很想回家。他的家像是在一个像太阳的星球上，它很明亮，那里没有人有身体，所有的人都是光体。有许多个案例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描述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源头那个案常把源头与太阳明亮的光相提并论，有时候会说伟大的中央太阳。那无论如何它都会被描述成一个洋溢着爱的地方。那接下来玛丽安被投射回地球上，进入了像是雷姆利亚的一个地方。那雷姆利亚大陆是19世纪英国的地质学家菲利普·斯科雷特提出的概念。他提出雷姆利亚位于古代的印度与马达加斯加之间的印度洋。在8000万年前这块大陆从海底突然崛起，在太平洋上形成了东西3500公里南北4700公里的一个大陆。雷姆利亚大陆大约在3000万年前开始沉没，到300万年前完全沉没在了印度洋里。那雷姆利亚的传说很多时候都是在神秘的学者和著作中出现的。很多人认为雷姆利亚与地球上的古文明相关，曾经也有过高度的文明，但是因为一次大灾难而沉入了海底。按照神秘学者所述那个雷姆利亚文明是米特拉姆大陆毁灭之后地球出现的第3个文明社会，是米特拉姆大陆的幸存者们的后裔所建立的。在19世纪末俄罗斯的神秘学者埃琳娜·布拉巴斯基女士在她的进化论中就曾经提到过雷姆利亚文明是个比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还要古老的文明。她就认为
地球总共出现过17个始祖文明，而雷姆利亚人呢，就是最早的第3批文明。至于这个文明是怎样消失的呢？没人知道。或许呢，他们跟恐龙消失一样，存在着各种假说，地震啊、海啸、火山喷发等都有可能。据说它和位于大西洋的亚特兰蒂斯呢有着相同的遭遇，但是雷姆利亚时代呢似乎更为古老。在苏美尔神话之中呢，有一个叫做尼比鲁的星球，大约在40万年前呢，这些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从天而降呢，名字叫做阿努纳奇。因为尼比鲁的星球的质量呢正在缩小，星球的引力呢已经无法让大气环绕在其周围了，所以他们要到地球上呢是掘金改造他们生存的环境。那来到地球的首领呢是尼比鲁的天神阿努的孩子，叫恩基。他带领着阿努纳奇们每天重复着枯燥的工作。那终于有一天呢，这个阿努纳奇发生了起义，集体罢工了。那个恩基无奈之下呢，就只好创造生命为他们继续掘金。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基因和地球上的各种生物的基因结合起来，于是就创造出了人类。当时第一批创造出来的是牛头人、蜥蜴人等各种生物，他们的劳动力确实令人满意。但是只有一点呢，就是这些生物没有生殖能力。因为恩基他们需要不断的创造，实在是有些麻烦。最后恩基等人就合作创造出来一个生命体。那这个小东西呢，是用土加上水和加上灵魂创造出来的，也就是人类了。那创造出来的人呢，总共有2个。阿努纳奇们给这2个物种取名呢，就叫做雷姆利亚人。他们有生殖能力，也有清晰的情绪和意识，而且这2个雷姆利亚人的样貌呢，胜过了之前所创造的所有物种。因此这个物种呢得以被保存和繁衍了下来。回到玛丽安的主题呢，玛丽安是搭乘了一种叫做梅尔卡巴的交通工具前往的。那这种工具呢，周身有很多光和色彩，就像是一艘小船。在旧约里呢，梅尔卡巴指的就是许多先知都曾经见过的火战车。在现代呢，梅尔卡巴似乎指的是幽浮，而那就是以前的人们在那个时代能够找到的最好的词汇的形容说法了。那在雷姆利亚的大陆上呢，玛丽安以一个男性的治疗师的身份待过一段时间。这个职业似乎有点像是村子里的巫医嘛，他会把能量放进石头里，这跟这个卡胡纳有点类似。卡胡纳呢是现在在夏威夷岛上的神圣女祭司。玛丽安说呢，自己住在一个靠近水边的村子里，那里有一些大岩石和巨大的石柱。那些石柱呢，不是他们本地人放在那里的，而是太空船呢把它们运来的。玛丽安会把能量呢放进石头里，然后把双手放在这个岩石上，聚精会神的在这个能量上，能量呢就会进入石头。那这样的能量停留在石头里，然后生病的人就可以去石头那里再去吸收能量，身体呢就会痊愈很多。这种能量会一直留存在石头里，以后呢也能够一直使用。不过现在呢，那些巨大的石头大部分已经沉入了水底了。由于这些石头实在是太大太重嘛，所以太空船干脆就带着石头呢从天空飞过。一个个巨大的圆盘形的太空船呢，发出类似于滋滋的那种声音呢，带着一颗颗长条雪茄状的那种巨大的石头呢过来，然后把石头放到了地上。他说那些人还不会直接放在地上，还会先挖个洞，把石头插在那里面。有的时候他们会雕刻石头，在上面雕刻出像是人脸的样子。不过那不是玛丽安的工作，她的工作只是把治疗的能量放进石头里面。那为什么这些存在体要不远万里前来把这么大的石头放在那里呢？玛丽安想，他们是想让人类见识到他们的能力，同时也想帮助人类吧。但是那是一种传授知识的机制，教人们用心灵的力量移动东西，人类也可以做得到，只是能移动石头呢比较小而已，而且只有部分的人才可以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真的相信自己能跟他们一样才行。玛丽安作为巫医呢，多少也有一些这样的心灵的能力。她说自己呢可以跟20个、30个同样的人一起全神贯注的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些大石头的分布的位置呢，有某种特殊的排列顺序，成一条直线，也有点像是天线。它们会传输频率进入太阳系，这是为了让太阳系的所有的存在体都知道地球是个多么珍贵的星球。那太空船呢会产生一种能量，这艘太空船和船上的生命体就像是一整个存在体，全体一起透过磁力呢搬移石头，每个人都专注在这个磁力上，他们能够拥有同一个心灵在运作，就是他们呢传输思维给这个玛丽安的，告诉他呢要把能量放到石头里面。
那些存在体大部分的时候都待在船上，有的时候偶尔会出来，不过呢会吓到一些民众，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光体嘛，但他们也可以改变形态，但是通常呢他们都是散发着丰富美丽色彩光的，他们也会散发出大量的爱与智慧，令人敬畏。他们若是改变形态的话，看起来就有点像人了，但实际上还是一个透明的光体。他们呢没有真正的双臂和双腿，身材很高大明亮，散发着充满液体状的那种钻石光彩。他们是从太阳来的。玛丽安描述自己的身材当时非常高大，有一头浓密而且长的黑发和金棕色的皮肤，脖子上和头上呢有羽毛、小石头和石块。她穿着呢像裙子之类的衣服模样呢很像是现代的印第安人或者夏威夷人。她称自己天生就是巫医，有时候会给村民们说一些有关于未来的事情，或是送给他们一些可以掌握在手里的石头。那些石头呢可以改变他们的振动频率，因此呢他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这些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基本上都是在海滩上找来的那种浅色的宝石和小鹅卵石。它会把治愈的能量放进这个小石头里，就像是把能量放到巨石一样，帮助村民们恢复健康。不仅是为了人类这也是为了让地球感觉更好过一些。那这些太空船上的存在体会来回来去的，偶尔会来看看玛丽安。他们去其他的星球速度非常快，每当玛丽安呼唤他们就会立刻出现。只不过呢，除非真的有什么需要，否则平时也不会轻易的召唤到他们。这些存在体仿佛就是玛丽安的家人，他们全部都是从太阳来的，连接彼此，就像是玛丽安的那个树木时期一样。所有的大自然的万物生生相息，一切呢均来自于太阳。探索至此呢，似乎已经挖掘不到别的东西了，所以德罗丽斯就引导他前往一个重要的一天，问他看到了什么。那玛丽安就说当时整个岛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毁灭，一场大洪水所有的人和岛都沉没了下去，然后呢他就死了。那这件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不过是一个寻常的早晨，一瞬间就出事儿，好像是海啸。那玛丽安呢也没有事先得到警告，所以不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那些存在体当时也不在那里看起来他们也没有得知这件事情大概也是无能为力所以事出突然，整座岛呢瞬间就被水覆盖。当时的情况非常恐怖，因为雷姆利亚很大，上面有其他数以万计甚至是从来不知道的人全部都死了，一整块大陆沉没了下去。那是一块真正的大陆，而不是一座岛。因为玛丽安他们是处在这块大陆的边缘，所以以为那是他们的岛，他们没有去到很远的地方，所以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直到他离开地球，身体往下看的时候呢，他说他才看到雷姆利亚有多么的辽阔，他才知道那是一整块完整的大陆。他们只是住在那个大陆的最边缘的地带的某个种族而已。当时为了安全他们紧密地聚在一起从玛丽安的角度来看呢，整块大陆都沉了下去，地球仿佛裂开了一个大洞，就像是发生了海底地震，海底打开了一个巨洞，然后呢整个大陆都被吸了进去，那水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嘛。当时那些存在体呢也都在太空船上观看着发生的这场惨剧，所以说这应该就是注定将要发生的事情，无论做什么呢都无法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这就是大地之母的作为了，她在调整自己。太阳活动的大浪呢朝着地球而来，当时玛丽安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知道那是某种扰乱地球平衡的团体所导致的结果，这才发生了地震海啸，把雷姆利亚文明呢就彻底的吞没了。在世界的另一边呢，有些人做了一个实验，试图调整某件事情却造成了反效果。他们是从别的星系而来，并不是地球人，他们是一种集体意识，也不是来自于太阳。和玛丽安的种族不同的，玛丽安他们热爱地球，所以他们协助和滋养地球这里的生命形态，大家都全力协助让地球变成草木茂盛的天堂。而那个种族呢，似乎有某种邪恶的目的，似乎只是好奇想知道弄乱了地球的磁场到底会发生什么。他们只是进行着他们的实验，而我们呢却无法断定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些种族呢处在自由意识的次元，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他们对于所有被影响到的生命体呢没有任何的关心怜悯，只会冷冷的观察。在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看到了毁灭，心里没有任何的悔恨，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感受怜悯或者是基因嘛，他们只是离开再去找另一个实验场地。对于他们而言呢，这只是一次冷冰冰的实验，
但对于地球来说呢，它花了将近数十万年才能够回归正常。有些人生存了下来，有些人呢被带到了地球的其他地方。一些外星人来协助地球改变基因，这也是一个实验。不过与播种不同的是，议会担起了让地球重新有人居住的任务。为什么他们必须改变基因呢？因为现在的人类的基因只有2股螺旋结构，而雷姆利亚人的基因呢是有12股螺旋结构的。这12股螺旋的构造使得他们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也能够与宇宙心灵连接。这也就是他们能够使用能量的原因了。它非常的广阔，跨次元，那是造物者的力量。在每个人都被毁灭之后呢，为什么不能够让人类的基因仍然是拥有12股呢？议会就认为原先一下子给人类太多了，那人类那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嘛，这是一种放缓演化的方式。他们认为退化比较好。在雷姆利亚之后的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古代人呢，就只有2股螺旋结构，他们的大脑呢更像是洞，他们在地球到处散播他们的基因，然后呢突然变得很复杂，人类呢退回到了最早期的阶段。议会的成员于是离开了，直到今天呢，人类呢仍然只有2股螺旋结构。不过玛丽安说呢，后退到只有2股螺旋结构之后的计划呢还会进一步发展，现在正在改变之中。这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全体进入新的频率。这个计划呢已经进行很久了，有很多存在体在重新排列、调整磁场、修复裂痕，基因呢将要进行重组。地球上有些人能够察觉到，他们的感觉会被强化，他们的身体变得比较轻盈透明。不过他们仍然会留在地球。这就是像是改变了电视的频道，改变的基因呢会对心灵的能力造成影响。人们拥有强烈的心电感应，这也就会导致没有办法再说谎作弊了。因为每个人都会知道嘛，世界上如果没有谎言呢，就会改变很多的事情。在玛丽安的表述之中就提到呢，雷姆利亚崩塌之后就还剩下一些小岛，有夏威夷巴哈马等一些海岸小岛，包括一些太平洋上不知名的岛屿。那些被搬过去注入能量的巨石呢，仍然有些留在了夏威夷的岛上，但都被埋藏在了岩浆里了。所以那座岛呢，仍然有很多来自于那些岩石的能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威夷被称作度假之岛和疗愈的圣地的原因。在雷姆利亚的浩劫之中呢，也有一些幸存者，那些人被宇宙的兄弟们空运就到了后来发展出亚特兰蒂斯的地方，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开展了新的文明。但对于雷姆利亚的12股螺旋结构的事情呢，却知道的不多。从玛丽安的潜意识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从太阳来的光体到这里呢，是要提升地球的振动，帮助净化水源和资源等等。它是第2波志愿者，是一个观察者，来这里产生正面的能量，传递给他人。而玛丽安呢，就只是一个农场主而已。他为什么能够讲出这么多雷姆利亚的事情呢？宇宙中还存在着更多这样的志愿者，也许他们就在你的身边，默默着守护着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